悦有强爽8度，酒劲十足，强过想象。悦有强爽邀您观看《三体》，让智慧为你闪烁。埃特问界新能源汽车邀您观看《三体》。经典新一代有机由我定义，经典邀您收看《三体》。那他现在查到什么地步了？他死前查到了清华大学。没错，叶文洁的学校，叶文洁老师。陈雪其实我们之前查过，因为她是叶文洁妹妹的女儿，就住在叶文洁家楼上。他妹妹你知道吗？就是带头揭发他们父亲叶哲泰的叶文雪。读书的时候，陈雪成绩很好，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拿了当年唯一一个保送名额。但是她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因为排名第2的人找到叶文雪，出了一大笔钱买她的保送名额，所以叶文雪就偷偷撤回了陈雪的志愿填报单。你是陈雪吗？我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你的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她还有个姐姐？之后，陈雪就去了麻省理工，今年6月研究生毕业才回国。她的行动轨迹看上去一切正常，如果不是这2起命案，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她。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我知道，叶文洁。我承认她身上疑点很多，但只有一件事情，其实一直困扰着我，也让我一直都想不通。杨董可是叶文洁的女儿啊！困扰你什么？困扰你什么？你想不通，想不通的，哪那么多想不通？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不是人，是 ETO 外星人。你用人的逻辑，你想不通吗？我知道你喜欢共情，喜欢跟这个共情，跟那个共情。我告诉你，汪淼，你要尝试跟你敌人共情的时候，就已经颠覆了你的是非观，你懂吗？对不起啊，我说这些是因为你马上要参加他们 ETO 的聚会，你到时候面临的情况肯定比我们预料的更复杂。如果你的情感还是影响你的判断，你的善意就会被利用，你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我明白，不是还有你呢吗？你被潘寒影响了。我知道，但是潘寒既然把木星推了出来，我不处理他，他就会威胁到你。我们的同志不应该成为敌人。我从一开始同意伊文斯组建 ETO， 成为他们的统帅，就是希望能把他们从反人类的方向引到对的方向。
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放弃。可他们已经向我们先开战了。统帅，大会即将召开，大家都在等着您发出那份确认文件，我们都在等您最终的指令。确认了，发出吧。之前的网友聚会是筛选成员，能参加这次大会的肯定都是 ETO。我们刚刚帮着降临派收拾了拯救派，他们就开上会了。肯定有大事要聊，更可能会有核心人员出现。我建议全面布控，说不定能网大鱼。ETO 不是普通的犯罪集团，不排除聚会现场会有武装力量。领导，这次你可得给够我人啊！雪豹特战队和武装直升机随时待命，配合起来。现场指挥权交给你了。是。统帅，你又忘了，这样删除是不够的。您看啊，通过回收占删除的文件，在这边都是能够被找到的。要把文件彻底的粉碎，不然会被恢复。有这个标记的文件是被恢复过的，这些被恢复过。不小心，可能动到过。今天不早了，回去休息吧。啊，我自己来。那您早点休息。
再重复一遍，刚才我跟你说了。第一，这样好边站、好枪战，一旦出事容易隐蔽。第二，他们手里有武装，别紧张，也别老盯着看。第三，叶文洁可能会出现，别慌，尽量保持自然。被抓了怎么办？如果被抓了，就应有抵抗。不要抵抗，等待救援。你老跟我开玩笑，我也跟你开个玩笑。我要不是去送死了，万一我要是出什么事儿，帮我照顾一下老婆孩子。听说烈士的家属可以安排上大学。滚蛋！死也轮不着你啊！新疆番茄是个宝，来碗茄皇错不了。茄皇邀请继续收看《三体》。申玉飞是不是你杀的？是我。组织走到今天这样危险的境地，都是因为我们将领派内部有像他这样叛徒的出门。谁给你的权利杀人呢？我这么做，是出于对组织的责任心。你还有责任心？你这个人，本来就是心术不正。请你把话说清楚。你领导的环境分支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的责任是利用和制造环境问题，以激发人们对科学以及现代工业的厌恶。可你呢，凭借主的技术和预测，为自己贪图名利。我出名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整个人类在我的眼中早已是一堆垃圾。我不在乎名誉，
但我需要号召力，以此去引导人们的思想。你杀了人，现在已经引火烧身了。现在各国政府都已经相继进入战争状态，在欧洲和美洲，对三体组织的大搜捕已经开始。如果我们这里一旦释放，拯救派一定会倒戈在政府那一边。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拯救派从我们组织内部中清除出去。That's something you should not consider. Yes. 这当然得由统帅来考虑。但是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统帅属于将领派。对。同志们，大家不要相信他，大家不要相信他，他是一派胡言，信口开河。统帅的威信大家都清楚，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拯救派早就被清除出去了。也许统帅有他自己的考虑呢，说不定今天的会议就是为了这个呀。大家说，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Global Rising！ 对，开创起义！我们是顽强的种子，烟火烧不尽。起义能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明我们的存在，这将标志着地球三体组织第一次公开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只要纲领合适，我相信在世界上一定会引起广泛响应的。安静！大家安静！统帅来了！消灭人类暴政。大家好，坐吧。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没有跟大家见面。现在形势严峻，我知道。大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统帅保重啊！统帅保重身体啊！统帅保重啊！在讨论重大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处理一件小事。潘寒，统帅，我在这里。你严重违反了组织的纪律。统帅，现在组织内部面临灭顶之灾。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我们组织内部的异己和敌人，我们将会失去一切。地球三体组织的最终理想和目标，就是失去一切，失去包括我们在内，人类现在的一切。统帅，你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一理想？如果还是坚持，你就属于将领派了。请您明确宣布这一点，这对我们很重要。这个要求不该由你来提。你严重违反了组织的纪律，如果要申诉，现在可以，否则你将承担责任。我只是让魏征和申玉飞停止他们的计算，这是伊文斯同志做出的决定，在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如果解决了三体问题，主就不会降临。那地球三体事业将会毁于一旦。就让我们相信你吧，毕竟这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希望下面我们一直能相信你。
请你重复一下你刚才对我的要求。请您明确宣布你属于将领派。毕竟将领派的纲领也是您的理想。那你重复一遍这个纲领。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所以应该请主将临世界，借助他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将领派忠于这个纲领吗？当然，统帅，请您不要听信谣传。No, it was not a false rumor. Who are you? I am Rafa. 我知道你一直致力于缓解地区之间的冲突。Yes, Commander. That's me. 3 years ago, my son died in a car accident. Immediately after, I organized the donation of his kidney to a little girl from a neighboring country. I wanted to show my hopes of a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our two nations. Many people from both sides supported me. But I was also attacked publicly. They said I was a traitor to my own nation.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y said I was a manipulator. My home got caught in the middle. We witnessed an endless spiral of violence and vengeance. I had dedicated all my lif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peace. But in the end, I lost all my faith in humanity. That was when I decided to join the ETO. 绝望改变了你。 Yes. Desperation turned me from a pacifist into an extremist. And I donated so much money to the organization that it became quite easy for me to join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Adventists. And today, as an insider, I want to reveal to you 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Adventists. The Adventists believe that the humans are an evil species. They think that the human civilization has committed unforgivable crimes against the earth. Final goal of the Adventists is to completely destroy all of humankind. 将领派的真正纲领已是公开的秘密。Yes, you're right. But what you all don't know is that this goal was there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the lifelong dream of Mike Evans, the mastermind behind the Adventists. Evans lied to the organization. He fooled everyone, including our commander. And he turned the Adventists into a terror, a kingdom of terror, in bringing together extreme environmentalists and all sorts of madmen that hated humanity.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了伊文斯的真实想法。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弥合裂痕，使地球三体组织能成为一个整体。但是，
降临派做的另一些事情，使这种努力变为不可能。统帅，降临派是地球三体组织的核心力量，没有我们，就没有地球三体运动。但这并不是你们霸占组织与主通讯的理由。第2红岸基地是我们建立的，当然应该由我们运行。降临派正是借助了这个条件，做出了对组织不可饶恕的背叛。你们截留了主发给组织的信息，你们对组织传达的只是收到信息中的极小一部分，而且经过篡改。你们还在第2红岸基地向主发送了大量未经组织审核的信息。对降临派的背叛有大量的证据，申玉飞同志就是提供者之一。他曾经是降临派的核心，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一名坚定的拯救派。你们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一点的。他的死，就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伊文斯和你这样的人，已无可挽救。为了维护地球三体组织的纲领和理想，我们将彻底解决降临派的问题。小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汪淼教授，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纳米材料的，这也是主首先要在地球扑灭的技术。叶老师，主为什么要首先扑灭这项技术呢？这个问题还要从红岸说起。红岸的故事，我们有很多人听过，但也有很多人不了解。在今天这个特殊时刻，有必要跟大家共同回顾一下我们组织的发展和历程。红岸往事从这儿还刚刚开始。你看资料上写，目前红岸行动好的。当时，对外星文明的探索举步维艰，宇宙中很多因素都会对监听造成干扰。雷政委，加班呢？嗯，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太阳活动对监听造成的影响很大，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人员干扰。
你跟我来。雷政委，小叶，进来。你找人啊？我们当初就是因为这篇报告把小叶调来的，早就该用人家。你迟迟不让人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你看人现在小叶自己也发现了吧？你对日灵干扰了解多少？日灵干扰在新兴的通信卫星技术中经常出现。地球、卫星、太阳，如果它们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当地球表面上的接收天线对准卫星时，它的后背体就是太阳。太阳是个巨大的电磁发射源，我们接受的卫星微波因此就会受到太阳辐射的强烈干扰。是。但日灵干扰在红岸情况可不大一样。没错，外太空是发射源，红岸是接收器，干扰源太阳位于两者之间，因此我们受到的干扰会比通信卫星更强烈，也更频繁。而且，我们的监听和发射用的是同一根天线，监听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日灵干扰就会成为更加严峻的问题。在你这篇论文里提到了太阳是由氢和氦两种简单的元素构成，虽然物理过程剧烈，但是也就是氢至氦的一种聚变。这种聚变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的。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其实，雷政委跟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弄清楚太阳发射的电磁波它的规律跟特性，然后用数字滤波把它滤掉，这样就没有干扰了。你们是想搭建太阳的数学模型，对太阳的行为进行预判，从而避免日灵对红岸的干扰。但是太阳电磁辐射的稳定，仅限于包括可见光在内的近紫外到中红外波段，它在其他的波段上辐射是动荡不定的。所以在太阳黑子、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剧烈爆发性活动期间，日灵干扰无法排除。好，那这样，特殊情况咱们先不考虑，咱们只研究太阳正常活动下的电磁辐射，怎么样？你看，我跟魏宁都是专业出身，但是呢，我的重点在思想工作方面。魏宁也不是搞天体物理的，所以我们在专业上走不了太深。所以这个难题还是得由你来攻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困难，你就可以向我提出来，我尽量会给你解决。研究持续了半年，
进展十分缓慢，或者说，丝毫看不到希望。在红岸观测的范围内，太阳的辐射变幻莫测，许多现象与我当时的认知是无法解释的。我的研究一度陷入迷茫，找不到方向。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实在想不通，也找不到解释。正常情况下，太阳辐射发生突变，就一定会伴随着激烈的太阳表面活动。就像这样，水面出现波动时，一定是有风吹过，又或者有石子扔进去。当时上千次的观测数据显示，当某一频段发生突变时，太阳的表面活动却平静如常。你是说，没有人扔石子，也没有风，水面却发生了波动，而且是剧烈的波动。那这种辐射有没有可能是来自太阳内核？短波和微波频段的辐射是无法从太阳的核心穿透几十万公里到达太阳表层的。那这么说，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太阳表层。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太阳资料里，似乎只有这种可能。但是当突变发生时，我们却监测不到太阳表层的相应扰动。狭窄频段的突变会是什么引起的？和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一起探索三体世界，守护地球文明。我一直觉得科幻这件事情就是要做如何相信。三体1的场景确实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场景不同的东西。这段时期零下20多度，我们有来到黑河拍摄，尽可能的去保留还原小说里面的内容。因为冬天在黑河拍摄，实话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频繁的转场啊，纷杂的场景啊，都会加大我们经费上的一些压力。但是我们希望做出精品的内容，那么在品质面前，我们不管是人力还是财力，就是不能妥协的。叶文洁操作电脑。那我就把这3个都调一下，所有的这种实验的结果，以数据的方式来记到他的这个本本上。你可以先拍一个他自己在那看书的。青年叶文洁在红岸生活的那段时间，这个段落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在剪的时候，他就在那。我们不能怀着科幻的心去做科幻，我觉得应该怀着一颗现实的心去做科幻。开机之前，我们把每一场戏的光线、气氛、拍摄方案全都做得非常详细。再来。进入红岸了以后呢，我特意换了一套库克的全画幅镜头。
那套镜头更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其实也是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风格，来选择不一样的镜头。我们也是竭尽全力的这种更加真实的细节去表达。我们可能做的最多的，以及最希望观众所接受，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在红岸基地穿上那身军装，身边来来往往的那些车辆、那些士兵，一下把你带入到曾经的那个年代，完全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Soon